想要赢得一场比赛，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，自己也要避免犯错，才能有机会赢得比赛。股市也是一样，我们减少犯错就能长期获利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散户常犯的8个错误。一次严重的损失胜过多次小赚。散户贯彻活告乙的精神，就是把钱花光，为国争光，期待在一次的交易中就能暴富，也因此把单次交易的结果看得很重。散户这样一个 all in 的态度，确实是可以带给你暴富，但是如果幸运之神不是站在你这里，你第一笔的 all in 就会变成 all in， 你输到连本金都没有了，你拿什么来翻身？什么？你跟我说你是这个月星座好运排名的第1名 ，all in 不会输。好啦，就算给你真的第一笔 all in 赚钱，人都有贪恋的欲望，这次给你 all in 赚到了，下次你还会不 all in 吗？还能这么好运吗？凭运气赚来的钱，终究还是会靠实力亏出去。股票投资是一场马拉松，如果你在前面的100米就用完了力气，你还能怎么跑下去呢？建议大家提醒自己在买入每一笔股票的时候，预先设立好你的止损点。假设股价跌到你那个止损点，问问你自己，损失的数额是你能接受的吗？如果不能，要么就买少一点，要么就找别的股。2. 失败的短线变长线，不愿止损。本来买入一只股票是为了做短线交易，亏钱了没关系，继续抱着，没卖就没亏嘛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短线变中线，中线变长线，长线变缝线。有时候接受一些小的损失是非常健康的，这样就能够预防大的亏损。设立止损点不难，亏损的时候要把股票卖掉才难。建议大家不要跟股票谈恋爱，股价如果触碰到你的止损点，不要抱着会不会止损了之后股价反弹的想法，这个会是股市最危险的想法。你能做的就是抽身离开，观察，然后如果股价真的有反弹，再进去不是更好吗？损失 0.1% 的交易费和损失大笔的本金，你选哪一个？成功的长线变短线，太早止盈。与第2点相反，本来看好一家公司，打算长期持有，你很神，股价就如你所料的往上涨了，但是还没到你的 target price， 就因为害怕赚钱变输钱而中途卖出，结果股价继续上扬，你就这样卖飞了，长线变短线处理。建议大家不要把长线和短线搞混了，要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买它做长线，是因为什么？基本面吗？如果基本面有变化，那就卖；如果基本面没变化，而长期趋势依然强稳，那你为什么要卖呢？基本面就是正宗。很多媒体都在吹捧巴菲特的奇迹，成为了无数投资者偶像的同时，也在散户心中建立了一种潜意识，那就是基本面才是正派的投资方法。所以很多经验尚浅的投资者只是看了几个财务指标，就以为自己非常了解公司的基本面而买入，结果股价再跌再买，一直 average down， 股价还是越来越低，而他也对股票失去了信心。建议新手投资者应该多去了解公司的行业前景、公司的管理模式等等，才来做投资的决定。基本面里面还有很多派别，比如买未来、买稳定、买价值比较，这是一门深如海的话题，我们改天再细聊。5. 技术面就是赌博。基本面就是上帝，技术分析就是赌博，相信一般投资者都抱有这种想法。如果你也有这个想法，请听听我的看法。技术分析根据过去的价格和交易量而做出买卖的判断。你会说过去不能代表未来，没错，
但是股价短期的走势与供需法则离不开关系。当一家公司的股票受到市场的关注、散户的追捧，那时候技术分析就能派上用场了。运用技术分析，我们可以了解市场的想法，比如无法突破前高，是不是大众觉得公司的股价已经提前反映价值而选择套利了？这些都是技术面的优势。当然，技术分析没有100%的准确率，说白了，技术分析也只是一个讲几率的游戏而已。基本面和技术面都深如海，大家都需要花点时间才能掌握。如果技术面也能长期带来盈利，赚的多过亏的，每一笔交易都是有凭有据的买入，凭什么它就是赌博呢？希望大家能了解，不管是基本面、技术面还是云吞面，只要能让你在股市里面生存，甚至是盈利，都是好面，不是吗？我弱弱的问一句，马来西亚几时才能解封？我好想去吃笨真的云吞面啊！目前我已经讲了5个点，如果你觉得有用，请不要吝啬点赞、订阅以及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与马股相关的投资了。我祝福在这支视频点赞的你，都会在股市里无往不利，一路发的。那我们继续来讲另外3个点。不独立思考，听信小道消息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跟人家讲。听说他们老板下个月会炒到10块，你是不是每次听了之后就买进了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？这种故事时有耳闻。如果真的那么好赚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那位素未谋面的老板还会要带着你一起飞吗？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大师 buy call 一只股，你就跟着买，赢了未必有个谢谢，输了就靠步的。也许真的有一些大师很坏，存心设计把你给套了，但是人家没有逼你买，成年人就要为自己的结局负责，不是吗？如果听到什么消息还是什么买卖建议你要有自己的判断来分析，多多学习才是生存的第2法则。那第1法则是什么？第1法则当然是不能亏损你的本金。喜欢抄底，尤其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股票，看到自己的成本比别人都低，心里简直是乐开了花，却没有想到一个股票已经创出了历史新低，那么还有可能会创出更多的新低，甚至用不了几个月，你的股票还可能被下市。抄底，最后抄死自己。你看看 London Biscuit， 如果2018年在 Supermarket 买他们的蛋糕留到现在，都比投资者在 Stock Market 买到的股价还值钱。股票的走势反映了投资者对于公司的看法。如果真的要抄底，建议你了解为什么股价是走着向下趋势，公司是不是营运出现了问题？那么公司的问题解决了吗？跟着趋势走可能听起来很傻，以传统的低买高卖背道而驰，但是这是百验不是的好方法，前提是你理解什么是趋势。不敢追高。一般散户都有恐高症，认为股价已经涨上去了，再去追涨，被套住了怎么办？其实股价的涨跌与价位的高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，关键是在于趋势。一个上升趋势的股，也许因为有什么好事正在发生，提前反映在股价上了。而当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好消息，上升趋势也会受到大家的追捧而被延续。所以建议在上升趋势刚刚形成后买入，因为这个安全性是极高的。以上8个点就是一般散户容易犯的错误。你的知识就是你的翅膀，就看你如何善用自己的翅膀，是飞向天堂还是地狱，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如果你已经上岸了，希望你可以分享你是如何成功的。如果你还在股市感到迷茫，让我们知道你还想听什么，欢迎你在底下留言给我们知道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分享这支视频给你身边的新手朋友，拜拜。